小编真没想到，拉斯维加斯的 CES 2026都落幕好几天了，但机器人的热度压根没降。罪魁祸首就是波士顿动力的 Atlas 机器人，因为它在展会上的几段视频现在还在网上疯传，不过一半是惊艳尖叫，一半是爆笑吐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作为人形机器人的行业鼻祖，波士顿动力的 Atlas 这次带着电驱版新机亮相，一登场就自带顶流光环，走路、转身、挥胳膊的动作那叫一个丝滑，完全没有以前机器人那种僵硬的顿挫感，反而透着股类似生物的自然律动，看得现场观众频频惊呼。更厉害的是，他还直接拿下了本届 CES 的最佳机器人奖，硬实力确实没话说。56个自由度让大多数关节能360度旋转，运动范围远超人类。全电驱动取代了以前的液压执行器，响应快还没噪音，动作精准到毫秒级，再加上谷歌的 DeepMind 的大模型加持，能实时根据环境调整步态和力度。说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移动平台之一，没人会反驳。波士顿动力甚至现场放话，这款机器人能在-20度到40度的极端环境下工作，反复搬运30公斤重物不在话下，最大举重能力能到50公斤，目标是走进工厂替代人工。不过呢，精彩没持续多久，翻车就开始轮番上演。先是工作演示环节，Atlas 要完成拾取加精准放置的基础操作，结果直接上演社死现场。先是进入场地环节，明明在舞台上能优雅行走的他，下了舞台就成了80岁老奶，那一步一个脚印的，让不少人怀疑这真的是同一款机器人。紧随其后的，当工作人员拿着话筒在旁边介绍 Atlas 的工作表现时，他居然直接宕机倒地。怎么的？搬个东西运算量太大了，建议你学学优必选的 Worker S。更戏剧性的是后空翻表演，本来这是 Atlas 的拿手绝活，之前每次视频流出都能引爆全网，这次电驱版的后空翻前半段确实惊艳，动作流畅又精准，全场都屏住了呼吸。可落地的一瞬间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，Atlas 右手的末端执行器直接被甩飞，右脚的一个结构件也跟着脱落，零件砸在舞台上的声音隔着屏幕都能听见。这段视频传到网上后，网友的吐槽直接炸了锅，这是翻跟头太用力，把自己零件甩出去减负吗？顶流也有翻车的时候，这下完美人设彻底崩了，落地那一趔趄，像极了我体育课翻跟头没站稳的样子。还有网友补刀，我家扫地机器人捡东西都比这稳，工业革命这时还没睡醒。玩笑归玩笑，这一摔其实摔出了个赤裸裸的行业现实，即便强如波士顿动力，在进入大批量工业化制造的深水区时，依然面临着实验室原型与量产可靠性之间的巨大鸿沟。它的技术确实顶尖，但零部件的连接可靠性、抗疲劳强度，在面对极端动态载荷时，还是显得娇生惯养。而这时候再看国内的机器人，差距一下子就显出来了。不是我们更厉害，而是我们早就不玩炫技这套了。像后空翻、旋转跳跃这种难度的动作，在2025年国内的各大展会上就已经成了常规操作。就说语数，他家的 H2 机器人不仅能轻松空翻，还能空翻时踢碎西瓜，运动性能毫不输 Atlas。更关键的是，人家翻完稳稳落地，从来没出现过掉零件的情况。而且语数的价格直接卷到了5万美元，反观国际竞品动辄15万美元起步，成本比国外低30%，却实现了更强的运动性能。如果说语数是民间高手，那优必选就是工业先锋，人家早就不纠结翻不翻跟头了，直接扎根新能源汽车产线，靠着稳定的表现拿下了1000台订单，实实在在的在工厂里干活。还有智源2025年出货量直接超5100台，稳居全球第一，把不少老牌巨头都甩在了身后。根据 Omdia 的统计，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交付量约1.3万台，而中国制造的份额竟然超过了89%，语数更是凭借极致的性价比横扫4200台，拿下全球32%的份额，稳坐全球第二。这意味着，当 Atlas 还在实验室里打磨那几个炫技动作时，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成群结队地走进了仓库、电网和剧场，真正实现了规模化落地。
看完 Atlas 的精彩表演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曾经的行业天花板、科技圈的神话，怎么现在连量产可靠性都没搞定？其实波士顿动力的现状早就藏在它30多年的跌宕命运里了。说起来，波士顿动力绝对是机器人行业的骨灰级元老。1992年成立，最早是为美国军方开发军用机器人，起点直接拉满。在那个大家还在琢磨机器人怎么站稳的年代，它就已经造出了能跑能跳的4足机器人。后来推出的 Atlas 更是凭借跑酷、空翻等炫技视频，成了无数人心中的人形机器人天花板。每次视频流出都能引爆全网，让大家感慨科幻照进现实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位技术天才的商业化之路堪称一部颠沛流离史。从2013年开始，他经历了3次重大卖身，像一个被反复转手的优质资产，却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归宿。2013年，谷歌看中了他的技术潜力，斥资30亿美元高调收购。本以为有了谷歌的资金和资源加持，波士顿动力能加速商业化。结果没想到，他的技术太超前了，完全脱离市场需求。当时行业还在追求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实用性，他却一门心思扑在高难度动作上。电动化转型也之后，商业进展慢得惊人，长期亏损烧钱之下，谷歌扛不住了。2017年只能把它转手卖给日本软银，此时公司估值已经跌到了约11亿美元，比收购时腰斩还多。软银接手后，倒是想推着波士顿动力走商业化路线，还推出了4足机器人 Spot 系列开拓市场。但问题来了 ，Spot 虽然技术先进，价格却高得离谱，而且缺乏刚需应用场景，最后还是没能走出叫好不叫座的困境。几年下来，商业化没见起色，软银也失去了耐心。2021年6月，韩国现代汽车集团斥资8.8亿美元收购了波士顿动力80%的股权，软银只保留20%，成为他现在的控股方。3次卖身，估值从30亿美元跌到8.8亿美元，对应的股权价值，波士顿动力的商业化困境可见一斑。反观中国机器人厂商，虽然起步晚，但从一开始就踩准了实用化、量产化的赛道，没有历史包袱，也没有炫技的执念，直接瞄准工厂、仓库等刚需场景，一步步夯实基础。中国机器人的崛起，首先离不开供应链的红利 buff。我们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，从精密减速器、电机到轻量化合金材料，都能实现国产化配套。国内厂商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量产可行性，比如智源、宇树、优必选等，从零部件选型到结构设计，都以稳定可靠、成本可控为核心。这也是国内机器人很少出现掉零件情况的关键原因。其次，中国厂商太懂性价比的杀伤力了。波士顿动力的产品一直走高端路线，价格高到普通企业和消费者难以承受，而国内厂商直接掀起价格战。宇树 H2 把人形机器人单价压到5万美元，比国际竞品低了2/3还多。再加上领益制造这样的专业 OEM 厂商入局，把核心部件成本从1000元级压到100元级，直接降低了行业门槛，让更多企业都能参与进来，形成规模化效应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机器人厂商抓住了应用落地这个核心。当 Atlas 还在 CES 展会上表演后空翻时，优必选已经深度渗透新能源汽车产线，用稳定的表现拿下1000台订单。当波士顿动力还在纠结怎么提高零部件可靠性时，智源已经实现年出货超5100台，稳居全球第一。当 Atlas 的首批交付计划还只排到现代汽车和谷歌 DeepMind，国内的机器人已经成群结队走进了仓库、电网、剧场等多个场景。现在的波士顿动力显然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这次推出的新一代 Atlas 量产版特意强调专为易于制造、可靠运行和维护而设计，还减少了内部独特零件数量，让组件与汽车供应链兼容。目标是实现业内最佳的可靠性和规模经济效益。波士顿动力的 CEO 更是雄心勃勃地表示，要重新定义企业级机器人技术，彻底改变行业格局。小编也客观地说，波士顿动力的技术积累依然领先全球，新一代 Atlas 的配置依然能打，身高1.9米，臂展2.3米，56个自由度，关节可完全旋转，采用新型轻量化铝钛合金部件，电池续航4小时，3分钟自主换电。能实现全天候运行，支持自主、遥控、VR 摇操3种操控方式，还能通过软件将单个机器人的技能复制到整个集群。这些技术亮点依然值得行业敬畏。
但问题是，人形机器人的赛道已经不是技术为王的时代了。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交付量 1.3万台，中国制造占比超 89%。这个数据已经说明，行业的话语权正在向量产能力强、成本控制好、应用落地快的企业倾斜。所以，未来几年，这场技术与制造、炫技与实用的博弈还会继续上演，而最终的赢家必然是那些能真正解决市场需求的企业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